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社会进程中留下的不合格品？我就曾这样想过。之前我在一家还不错的通讯社里面当一名事件记者，说起来有点丢人。后来发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辞职了。辞职之后就变成自由写手了。这样听起来你可能感觉还不错，但其实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追着明星的屁股，用录音机堵着人家的前门，假装成亲戚，偷走一个人的户籍副本。净是干些像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我的邮箱收到了一份工作委托，把上元神威的事情都调查清楚。这就是那个如今在媒体疯狂报道的本世纪最凶恶的犯罪者神威吗？我叫森岛实生，居然给我这样的委托。说起来，报酬预支的部分居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多。给这么多钱呢，就证明这事情是不好干的。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答应雇主把神威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一直以来，一般的民众都不知道神威的存在，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是犯罪史上罕见的超级凶恶罪犯。他从被逮捕的医院里逃跑，连续杀了好几个人，并且其中还包括2名公安的特种部队的人员，这才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对了，现在是1999年，就在23号事件结束后不久，宗方与蝎铁坐在城市夕阳下。宗方向铁师傅报告，神威已经开始行动了，那个家伙已经开始觉醒了。铁师傅很好奇宗方从哪里搞来的情报呢？宗方却岔开话题，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倒不如给我点钱。铁师傅则吐槽，你真是够贪的，你把公职人员当成什么了？宗方则淡定地回答，最近加班费都被砍了呀。那就算了吧，情报什么都是骗你的，就是我的直觉而已。就像在银色事件发生之前，我恰好去拔了牙，此前的牙痛似乎就预告着什么。铁师傅真的无力吐槽了，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信这种迷信玩意儿。神威现在还在号子里蹲着呢，说不定很快就改过自新了。宗方则表现得非常自信，不要小看我的牙齿，它是有相当的预知能力的。铁师傅说，好吧，我信了，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相信了。在以上对话中，铁师傅在以前的章节中出现过，那宗方是什么人呢？你想不用管，以上的老刑警跟神秘的宗方的打屁对话，实际上信息量很大。而且请记住这段情节，等到结局时，我给观众一个大的。上元神威原户籍不详，原住址不详，出生年月不详。1979年3月，中央警察指定第 QF861号事件作为银色事件嫌疑犯被逮捕。1984年8月，上元神威被判定为具有重度精神疾病而终止刑事审判。同年9月，决定将采用特别的措施，将其收容至24区内病院的精神科里面，开始对神威采取心理辅导为主的治疗，疗期未定。可是，这个传说中的罪犯再度觉醒。1999年3月27日，原本正在病院中接受治疗的神威杀害医院职员后逃走，被杀害的人是神威的心理医生原田百合子，女性，26岁，凶器是特殊的贯通枪，死亡时间推定在22点到23点之间。在医院治疗时，神威身旁仅仅配置了2个普通警员进行看管。院方这边认为呢，神威有重度的精神疾病，他现在是没有杀人能力的。铁师傅他觉得医生的脑子是不是坏了？医生则再次强调，精神疾病里也有与精神崩溃无关的病例。铁师傅就此觉得他完全是庸医。医生依然不争气，还说有一天呢，希望能做铁师傅的主治医师。这段看起来很冗余的情节，我同样放在视频里了，是因为不久就有情节对应的。铁师傅又看了一眼唐求君，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之前在档案中被抹除了痕迹，那唐求君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这里呢？在之前的塔楼前，铁师傅见过唐求君，也就是那个时候他自己命名的仓鼠。而整个公安特殊小队除了唐求君完好无损，项目队长进了重症监护室，其他成员不幸牺牲。原来就在神威逃走后不久，静止轨道上的追踪监视卫星开始追踪神威的位置点。同日的23时15分，公安警察部队决定投入特殊的部队 Republic。30分钟之后，特殊部队就到达了神威所前往的异地区森林。神威捕获作战开始。作战的计划是将目标引诱至地点 GF03 后捕获，在作战开始后的100秒倒计时之内结束作战，并且以活捉神威为目标。因为神威在逃走时呢，可能拿了监督警察的武装，而且敌人在暗处，他们在明处。神威又是传说中的杀人犯，所以成员朱玉和坂本都担心处于这种极端劣势中的局面。而项目队长义正言辞，作战如果没有办法保证队员60%的存活率，是不会被批准的，而剩下的40%则靠你们自己补上。但就算是普通人，当狩猎人类的意识增强时，犯罪率也是超常的。
队员们相互安慰。准备完毕之后，就将无线电频率调到2频道。之后，众人战战兢兢地进入了活捉神威的作战中。版本很快就发现了目标，位置共享给队员后，队长命令散开队形，将目标引诱至 GF03。版本随即给出具体指示，让朱宇迂回，唐秋军则根据雷达指示行动。可是呢，跟随过程中，版本离着目标太近了，在报告位置时似乎被对方发现，随即失去了联系。朱宇在通话机里面急切地呼叫版本，版本消失了，并且他向队长寻求意见。队长提议大家在跟自己会合之前呢，各自注意保持相对距离。可是朱宇像在第一次行动中一样，再次上头，不听队长的劝告，他执意自己要去找版本。于是队长紧急联系唐秋军前往协助。朱宇到达版本附近时，已经发现版本已经死去了。他此时更是下定决心杀死神威，自顾自地去找神威去了。队长随即命令唐秋军立刻接近朱宇，同时队长还在通信局中劝退朱宇不要这么鲁莽，不然版本白死了，这样做也会受处分之类的。可是等队长找到朱宇时，他也遇害了。于是队长宣布立刻撤离，作战失败，2名同事殉职。还好在对讲机另一侧的唐秋军是没有事情的。项目队长对唐秋军说：“2名同事殉职，作战失败没有任何借口，撤退吧，不能因为这个怪物而再出现牺牲者了。这次自己对重要的部下见死不救，嘲笑我吧。我这个老男人能做的事情也只有复仇了。很快神威就会现身，出现在我这里。唐秋军，你知道这样一句话吗？花太阳与雨，你明白吧？”最后神威果真出现在队长身后了。来到现在的医院，唐秋军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已经处于大脑混乱之中了。当船夫尝试询问他昨天公安特种部队全灭的问题，以及沈威逃进了病院附近的森林中吗，都没有得到回答。突然风须鹤的语音打破了沉默的氛围，有一件紧急事件发生了。于是众人一同前往事件地点。之后大家来到了城市下水道，森川警官已经提前赶到了。这里发现了一个倒吊的尸体，看起来已经吊了很长时间了。铁师傅断言这也是沈威干的。根据尸体上不同部位都被打穿，铁师傅推测还是沈威使用贯通式手枪干掉的。旁边的警员在说悄悄话，他们一直以为沈威的存在只是谣言，没想到他竟然是最高机密等级的杀人犯。尸体被取了下来，经过法医检测，死亡时间不超过12小时。虽然看起来腐蚀很严重，但其实只是因为尸体含有大量水分而导致的皮肤肿胀。从沈威逃去森林和这次犯罪间隔了5个小时，从时间上来说是很充足的。现在急需要查明死者的身份，同时要快速确认杀人地点。这里显然不是杀人现场，应该是在其他地方杀人后故意放在这里引人耳目的。唐秋军一个人前往下水道搜寻，再次看到了口中喋喋不休说救我的执念。再往前面的地方发现一个人偶，人偶开口说道：“在明亮又黑暗的广场上，大家在玩耍，进行了一场和睦的相互厮杀。带着美好笑容的绅士们带着满满的笑容这样说道：想要变得幸福吗，宝贝？想要变得幸福吗，宝贝？想要变得幸福吗？”喋喋不休的话，男人重复说了3遍。大家都很高兴的这样回答：“我会变得幸福的，妈妈。”大家都想变得幸福，期待着美好的周末。之后，铁师傅和森川赶到，这种幻想也消失了。他们只是疑惑，这种旧的人物怎么会在这里呢？等回到警局，上司召集大家总结一下目前发生的经过以及今后的方针。上司是森进2，24属凶恶对策本部长，凶犯科的老大。他胸怀宽广，重情重义，因此有极高的人望。中属传胜进特别搜查官，经常单独调查。他性格孤僻，公安出身，他各个方面的关系网络很多，与相邻的辖区关系密切，能利用自己的情报援助搜查。大背头和烫得笔挺的衬衫是他的标志。切铁五郎，24区凶恶犯罪2科特别搜查官，经验丰富的刑警。由于对上司寿进2的忠诚，自凶犯科成立之初便加入了，有时会负责制止船夫的行为，有时自己也会热血上头，让后辈感到困扰。他将被女儿讨厌看作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同时他也在认真考虑要不要戒烟。现在他最头痛的事情就是长女的海外留学。纯夫，24属凶恶犯罪2科特别搜查官，作为24属凶犯科的骨干，与西铁一起进行搜查，对警察组织既不顺从也不反抗，明确清楚自己的处境，并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犯罪上。宫须贺千鹤，24属凶恶犯罪1科的特别搜查官，作为森川的搭档，被分配到凶犯科的美女刑警。他是科学搜查研究所出身，父亲就是24区的区长丰须贺勋。忠于职务、勤奋自尊心很强的他，在科内表现突出，但是他跟西铁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森川胜治，24属凶恶犯罪1科的特别搜查官，是从凶犯科成立之初就跟西铁一同参加的老成员之一。他从上司寿进2身上学到了调查基础，之后脚踏实地的。他是一个掩护的专家，会巧妙的利用谎言。他的调查风格已经达到了娴熟的境界，被委托编导银色事件的报告。
那么这次会议是由中守川主持的。虽然沈巍逃出病房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杀了4个人，而且现在已经逃亡成功。我们认为沈巍已经潜入了城市并隐藏起来了，因此做出几个决定。第一点是将事件定义为沈巍事件，第二点是我们要先看录像。屏幕上放的就是警备机器人的录像，碰巧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走廊的尽头就是心理咨询室，那里是被害者女性工作的场所。被害时她穿着自己的私服，当时正在准备回家。这是很奇怪的，在这样的医院里，在如此大规模的病房中是配有更衣室的，这样职业要求必须穿着制服，而工作人员通常由于卫生方面的规定，被禁止出入场所时穿着私服。那么死者打破规矩要见的人就是沈巍了。据调查来看，他之所以想见沈巍，是因为2个人可能在约会，有证言称2人发生了关系。但是沈巍在精神上是一个性无能的状态，这似乎是女方单方面的行为，所以可以就此推论沈巍将他杀掉了。这是很熟悉的心理医生爱上疯子的戏码。沈巍的这种情况似乎不是情人的首选，但是中守川认为呢，沈巍对于女性可能是最理想的人选，没有感情，不会背叛的人偶，他是可以一直放在身边的理想男人。言归正传，可能是原田百合子引诱沈巍，将他带到了这里，然后他被沈巍杀了，尸体也应该放在这里了。但是另外一个死者川井由香就不一样了，他在家中被杀害，尸体被移到了别处。谢铁觉得这个尸体的处理手法对于沈巍来讲太粗糙了，不太像是他做的。那么被害者的情形如下：被害者名为原田百合子，今年26岁，这也是心理咨询师，女性。大概6个月前，她开始担任沈巍的心理辅导师。那么最近几乎每日多多少少都与沈巍有所接触。死因是特殊的贯通枪伤害，身上留有4个贯通弹痕，他的身体内部似乎残留着被认为是沈巍的体液，这要证实还需要鉴定科的结果。确定死亡时间就是3月27日22点到23点，这和追踪卫星的追踪开始时刻几乎一致。接着就是在下水道中发现的被害者的资料，他叫川井由香，25岁，在数字媒体销售公司工作，曾是沈巍的作品负责人。他的头部2处、胸部和腹部也有和原田同样的贯通痕迹。推断死亡时间是3月28日15点到16点之间。那我再说一下嫌疑人上原沈巍的经历，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是被黑暗支配的人类，不能以常识来认知。然后就拿出了沈巍4年前的照片，是一个光头戴墨镜的形象。那么在公安部内部分为2个科室，自然一科负责分析数据以及预测嫌疑人的行为模式与位置，属于脑力活动。那么相对应的搜查2科就是体力活动为主了，负责收集数据库不足的数据，搜查追踪监视卫星追踪不了的地方，还有一些杂活。转头呢，风须鹤就开始羞辱铁师傅了。2队就是在办公室蹲点是吧？铁师傅也很强硬，小姑娘你也想去汗流浃背的地蹲点干活吗？你的科学调查已经过时了。2人继续回怼，风须鹤就说，如果你想进行效率低下的调查就随便你吧，不要抱怨了。铁师傅则回答，我没有抱怨，我只是批判你们的做法有问题。风须鹤则摆数据回怼，直到今天收集到的数据才26件，如果想要正确的数据至少要1万件样本，难道你要去1万个空房子里面收集数据吗？你会蠢到干这事儿吗？那么如果你真去干，我也去帮忙蹲点好吧。于是铁师傅也是心服口服了，准备出门蹲点去了。在出发前，大家看到了东方带来的信封，上面写着亲爱的德次郎先生，里面写着沈巍的潜伏场所马日伦广场。于是就此前往这个神秘场所。唐求君也就是刑署，他收到一封神秘的邮件，邮件内容虽然很奇怪，但信中人自信到非常了解刑署，知道他的神秘来历，每时每刻都在做什么，为什么而活着等等。发邮件呢，就想给他一个忠告，最好不要嗅探太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知道的太多有可能会是致命的，无知就是幸福。在看完信件之后，铁师傅通知刑署前往马日伦广场。来到马日伦广场，发现这里已经停止营业了。如果安全系统还在运行的话，那么通往2层的卷帘门应该是关着的。所以现在需要刑署找到控制面板，解除安全系统，去往2楼。另外还通知刑署，目前有一个女人被沈巍盯上了，要保护好那个女人。女人名叫戚海慧，23岁，是沈巍上艺术大学时的后辈，但好像沈巍用了不知道什么手段，把她从工作的地方引诱过来。外表特征呢，船夫正在查资料，不太明确，之后再联系。很快刑警就找到了控制面板，密码是由4个数字组成的安保密码，每个大回合之后都会变化，所以需要玩家在20次尝试以内输入正确的密码。红灯亮了，说明这个数字正确，但位置不对；绿灯亮了，则说明数字和位置都正确。如果4个绿灯同时亮了，那么封锁就会解除。以上聊了这么多剧情，终于来到了解密环节。这个解密环节还是比较好玩的，而且不难。完成解密后，铁师傅带来了新的消息，要保护的女人戚海慧原定是今晚与女性同事去联谊的。资料说呢，她因为可能会见到相当厉害的企业人士，充满干劲，所以铁师傅提示到，只要找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很花哨的女生，就绝对是她了。这实在是有点主观，到底怎么找呢？那么后面船夫带来了更确切的消息，
谢慧听的着装是红色连衣裙配黑丝袜，穿着黑色的外套。那现在就是立刻去找到并保护他了。再等行署到了2楼，铁师傅送来了新的消息：2楼有一般的民众，发现之后就要立刻保护他们，就算是搞错了，也不要贸然开枪射击。那行署很快就找到一个男人，他嘴里不停地说着神威，那么玩家就保护他到1楼。而就在将他送到1楼时呢，又出现了亡灵的幻象。当男人安全送离马日伦广场之后，唐友军开始四处搜寻。要想四处搜寻，就需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我们就需要好的设备。好吧，需要是需要，但是没有。就在搜寻时发生了意外事件，众人似乎完全被神威戏耍了。经过调查，神威有关的关联场所都集中在了D208地区。这里有过去神威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工作室，但过去神威不止在一个地方工作过。在那个时候，他跟一个叫夏冰彩的女性组成了团体。他现在依然也在活动中。工作室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中夫现在就非常想去，千鹤则劝导，现在去是给夏冰彩牙伤口上撒盐，劝他不要去了。于是中夫又向其他人征求意见，最后还是同意中夫前往了。但同时森川也提醒大家，不只有这一个工作室，还有11个工作场所跟神威有关。那么在这个工作室出现神威的概率是0.01289%。但即使如此，中夫依然相信自己的直觉，决定要去。那么这里众人争论的情节其实跟大结局的情节是对应的，等聊到了我们再说。纯夫来到了工作室，跟夏冰彩牙了解上元神威的事情。彩牙仅凭第一眼就意识到眼前的人是警察。纯夫就按照正常流程询问，你们之前组建过团体，应该很亲密吧？但彩牙回应只是搭档而已，虽然之前确实相互信赖。纯夫看到彩牙相当配合，就直接问道，你现在还跟神威有联系吗？彩牙则表示的非常支支吾吾，联系我，联系这里，你认真的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后面的回答就是说没有。对于彩牙的紧张含糊其辞，纯夫立刻就反问道，你应该是跟他见过面了，对吗？即使彩牙还是否认，但是纯夫已经有了结论，于是在这里开始搜寻。在工作室的电脑上发现了以前由神威设计彩牙制作的录像，画面上有大量的词语，结尾是英文短语切断过去。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设计呢？等到剧情后面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纯夫向彩牙表明自己来这里的原因，彩牙和神威的关系，以及被害者3人跟神威的关系，都有着没有被记录在文件上的共同点。彩牙是一位美人，彩牙就回答道，你是在跟我示爱吗？纯夫说等事件结束之后或许可以。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尽早一起把神威抓获吧，请你协助我们，你也会被神威盯上的。虽然最初认为神威是随机的杀害了3名女性，但是在调查被害者的背景关系后，我们发现他们全员都和神威有着相当的接触。他的心理医生，艺术大学实习的后辈，客户的负责人，这3人都与神威较为接近，而且容姿端丽，这也许是神威的菜吧，这也许是神威的菜。下一个很有可能被盯上的，可能就是彩牙小姐了。彩牙依然表现得很平静，这很有趣，这也算是推理吗？纯夫则直白地告诉他，这并不是推理，是直觉。那么彩牙再次询问之前有没有应验过，纯夫说之前意外的是有的。之前虽然说自己鼻子很灵，耳朵不好使，但嗅觉很灵敏。神威毫无疑问已经来过这里了，他的残像已经浮现出来了。这个2人在我看来已经开始谈情说爱了。接着2个人就来来回回的聊起看上去是正常的询问流程，但实际上是男女情感流动的对话。这些对话过程很像是日本偶像剧的写法。女孩好奇的略显呆呆的询问，男生则大开脑洞的胡诌。最后对话在彩牙夸奖纯夫有幸之魂中结束了。再次对工作室进行搜查，没想到在衣橱中找到了被绑起来的神威。他似乎在玩什么奇怪的 play， 就这样神奇的将传说中的神威逮捕了。在审讯室中，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就在眼前，这让身经百战的森川都感到震惊。不过神威一直保持着沉默，在纯夫看来，与其说是沉默，不如说是没法交流。神威确实是有失语症，跟医疗记录上写的是一样的，这是一种脱力综合症。这么严重的话，看起来他又要被医疗人员带走了。中手川则表示会尽力的争取时间，把警署内的情报封锁住，减少流向中央的情报，拖延一下时间。最后大家都非常感激的看向了中手川。另外一边的彩牙，他在会议室中待着，千鹤去陪着他，毕竟没准什么时候他就突然情绪爆发了。据彩牙自己说，为了杀掉神威而将他囚禁起来，并且神威犯罪杀死了那3名女性。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点杀了他呢？明明憎恨的神威这个对象就在眼前，而自己又恨到想杀了他，怎么不会立马杀他呢？纯夫尝试解释到，可能杀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先密切监视吧。这是森川把纯夫叫到外面，这枚一直没有出过声音，但是你会唇语吧？他说了什么吗？纯夫说呢，基本没什么变化，基本就是嘴偶尔动几下，但是他几乎不停地重复避难所3个字。那这个避难所是一个地方还是陷阱呢？先不能鲁莽行事。目前神威说不了话，对我们也没有用。
但没想到现在中央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而且呢，他想要让沈巍留在这里，在我们的监视下让沈巍自由活动，查到这其中背后的阴谋。森川跟船夫开始核对目前以来获得的信息，为什么只有彩芽没死呢？他说是要杀不死沈巍，但为什么不动手呢？看起来只是监禁他而已。据彩芽所说，是沈巍倒在了他的玄关前，因为多次犯罪而精疲力竭了。这听起来很奇怪，沈巍不是不想杀掉彩芽，而是没能杀掉他吗？但是不对啊，沈巍的失语症状一直没有得到缓解，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从逃走开始到现在，他应该一直没有杀伤能力的。森川则觉得沈巍他没有什么精力的，医疗报告上说他有脱力症，不能独自生存，没有精力他怎么能逃走呢？难道他是假装的，骗过了医疗报告吗？可是，在现代，即使是犯罪专家也骗不过现代医学吧？那么沈巍他现在只是一具空壳子而已，没有什么杀人能力啊。那么看起来这次他其实一个人都没有杀。他是沈巍，但他不是怪物，他只是个人类罢了。那到底是谁做的呢？逃走期间沈巍又做了什么？为什么他又被监禁了？难道说是为了将那些伪造成他的罪行吗？看起来应该是这样了。那么现在看护彩芽的风勋和千鹤就危险了。果然，彩芽袭击了千鹤，然后逃走了。看起来彩芽极有可能去的地方就是沈巍口中的避难所了。众人急忙赶去避难所，在避难所中遇到了3个孤儿，找不到妈妈的小女孩，失去了玩偶也着急找妈妈的小女孩，什么都不知道，封闭自己的小男孩。紧接着，船夫在剩下的房间里面找到了彩芽，2个人拿枪对峙。但是2人都没有迟迟开枪，开始了在危亡时刻的情人对话。彩芽问船夫是否还留恋他，船夫想了想回答是有点留恋。女孩呢就说自己有点开心。紧接着船夫问彩芽她多少岁了，彩芽对这个问题非常费解，为什么他会问女人的年龄呢？但他还是回答了26岁。船夫也说自己是26岁，真是很奇怪。接着彩芽说到那些孩子都是沈巍的孩子，是自己杀掉的那3个女人的孩子，因为3个人都跟沈巍生了孩子，所以他进行复仇。说完这些之后，彩芽拿起枪塞进自己嘴里准备自杀，但没想到眼前浮现了3个孩子的身影。他们说我们的朋友不对，是我们的兄弟就在你的体内，我们听得见。他还在笑。彩芽随后无力地瘫倒在地上了。这段内容也就是说，彩芽已经怀上了沈巍的孩子。另外，审讯室的沈巍似乎有感应似的闭上了眼睛，最后被关进了牢房。彩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沈巍的孩子之后被托付给了孤儿院。中守川这时也拿到了关于沈巍出身的秘密了，这是最高机密。为了拿到这个最高秘密，还有一些牺牲的情况。中守川这边死了4个人。沈巍秘密的数据来自一家 FSO 的造纸公司，这家公司的持有者是边境守旧派的残党，这些人过去负责管理沈巍。中守川也是在那儿知道了沈巍的故乡。我们看到的很多文件上写的沈巍的家乡以及沈巍的身份 ID 都是假的。沈巍其实就是出生在避难所的人，虽然并不清楚详情，不过这个避难所的目的可能就是以管理教育来形成一种特定人格的地方，将其中的小孩培养成能够在特殊环境中生存的特殊存在。整个避难所计划是在20年前启动的，那个时候沈巍才4岁，他就是在那个避难所长大的。我们现在能看到避难所，是因为避难所在12年前开放展览了，可是开放展区的行为也仅仅是利用避难所的剩余价值来获得一些收入而已。在最初避难所的目的达到之后，避难所就完全开放了，这也使得之后失去母亲的沈巍的孩子们，他们就在避难所中徘徊。这也跟沈巍过去的经历有些类似，不知道这些沈巍的孩子们有没有意识。不过从过去的数据来看，沈巍似乎对避难所是情有独钟的，他喜欢的地方跟避难所很类似，比如说单人牢房。沈巍渴求着黑暗并紧锁自己的理由，可能就是源于他的成长环境，他在那样一个与杂音隔绝的环境里才会感到舒适。在避难所中，说不定他也看到了世界的缩影，对世界有一个认知。这段调查目前告一段落，凶手也由于一系列事件获得了大家的信任。那么我们将视角回到调查记者森岛实生这里。沈巍的过去的罪行，由于他有精神病的证明，所以从来没有被成功起诉过。森岛实生一直在寻找沈巍的资料，但结果都不是很理想。他想要查询沈巍最初的事件，但是呢，找不到那件事情的全貌。整个事件就如同黑箱一般，难道是被相当强烈的管制给压下去了吗？沈巍那个家伙有史以来第一个杀人对象是怎么杀的呢？这点让森岛很感兴趣。除此之外，关于沈巍的过去也是个谜团。6年时代的他是怎样的呢？他的父母是谁呢？出生地是哪里呢？媒体上似乎没有可信的消息。如果要进行采访，要找谁呢？那么采访对象可能就是跟沈巍对峙之后存活的公安部队的士兵，但是怎样运作才能接触到他们呢？现在森岛想到的只能是寻求惠理香的帮助了。这虽然是一个差劲的主意，但惠理香应该还在通信社工作，只要说服他就能获取一些情报了。很快惠理香回信，他建议森岛去找铁师傅。
森岛如约去找铁师傅了，但似乎完全被对方看扁了。虽然如此，森岛觉得抓住这条线，今后应该还有价值，下次再来就带一些甜甜圈或者土特产，可能会有效果。之后，森岛呢就找到了一个上元神威的目击者，约定在咖啡馆进行采访。对方的名字叫远泽，看起来是一个50多岁的上班族。他说曾经在马瑞伦广场附近看到了上元神威，大约5天前才在那里走动。在他看来，神威具有令人恐惧的创造力，凭借这样的创造力，他甚至能够歪曲人们的日常。大多数被称为天才的人都是如此，那些天才的创造力，其力量可以足以入侵现实的世界。因此，在远泽看来，神威犯下的罪行实际上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包括杀人。森岛始终感觉很疑惑，他整了半天，神威变成艺术家了，他就是一个罪犯吧？难不成眼前的远泽也是神威的信奉者吗？远泽则表示自己很讨厌这种说法，他只是告知神威现在的姿态。最后采访结束了，森岛实能觉得这段采访没有任何价值，他甚至觉得远泽应该都没有见过神威。第二天，森岛带上礼物，再次去寻找铁师傅。铁师傅这次告诉神威，要把重点放在名叫彩芽的女人身上，可以就此写一篇报道，但是呢，不要透露消息来源是来自他这里的。于是森岛首先来到了马日伦购物广场，他很疑惑，他似乎之前在这里遇到一个女人，给他点烟了，但是这种模糊的记忆让森岛陷入了现实与幻想的混乱。似乎自己在马瑞伦广场见到过唐秀君，也看到了一个女人。难道这是一个死去女人的意识进入到自己的思维中吗？对于神威是否曾经出现在马瑞伦购物广场，森岛并不确定，但他切实感受到了神威的可怕。森岛接着向护理箱打听这个名叫彩芽女人的情报，很快护理箱就来了信息。彩芽她在地下文化的那帮人中算是个很有名的艺术家，这样跟神威曾经是搭档。接着森岛就再次联系到远泽，从远泽的口中得知两人的关系。彩芽是神威之上的存在，她更加聪明、冷静、高尚。但是自从彩芽对神威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情之后，就出现了一些偏差。虽然彩芽和神威之间有感情，但那不是爱，彩芽只是想要得到神威。正因为如此，神威的行动对于彩芽而言是值得憎恨的。彩芽想为神威一个人生孩子，但神威并不满足彩芽一个女人，神威需要更多的女人。可能是神威想要创造下一个世代吧，这又是一切悲剧的发端。彩芽试图阻止这个行为，只想留下自己和神威的唯一血脉。对两者来说，远泽更支持彩芽。这些信息让森岛觉得很疑惑，这其实就是远泽的妄想吧？远泽则淡定地说道：“这是因为彩芽已经被逮捕了。”在此，剧情跟正片的剧情也就同步了。当森岛赶到警察局时，发现这个阵仗比逮捕神威时更大，各种闪光灯、照相机、麦克风、人墙，森岛甚至都没能靠近，只能远远地观看。森岛跟铁师傅甚至中手川都联系上了，可是自己连彩芽的面都没有见上，似乎在整个事件中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马日伦广场的事件发生，自己似乎又卷入了某种漩涡，没有回头余地了。彩芽竟然怀孕了，这也是事实之一。但是单凭这个又能找出什么呢？真相仍然不明，好像没有人能知道彩芽的真相了。最后汇报结果，森岛写道：神威事件就是彩芽事件，彩芽的动机就是嫉妒。马日伦广场的事件呢，他没有心情汇报，他想暂时草草结束这个委托。彩芽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可能就是想获得一点安心感吧。那么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事件，随着彩芽的被捕，神威事件的概要大致要浮出水面了。彩芽让关押在病房中的神威逃走，并在那里杀死了2名公安部队的成员。对于彩芽来说，为了防止警察锁定犯人，只要模仿神威的犯罪手法就足够了。然后彩芽就将神威藏在了工作室里面。难道他是想把神威留在身边吗？又或者是以迅速渗透到社会的神威的形象作为掩护，完成当初杀人的目的呢？他的目的似乎是想杀死与神威有肉体关系的3个女人，但为什么要杀呢？对于动机，森岛实生大概也能发表一种见解。彩芽是一个能冷静而有效抑制情感的女人，不过她藏在内心的感情反而非常的激烈可怕。正因为如此，她才对她心爱的神威身上的女人的关系格外敏感。而彩芽怀的是神威的孩子，因此她才最终决定痛下杀手，排除其他女人。那么之后的一切推论就是森岛实生个人的想象了，那毕竟是一种调查不到的背后的真相。为了完成某种杀人目的的彩芽似乎成了神威的替身，也就是说2人同化了。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就是因为彩芽对于神威的思念。装扮成神威，变成神威杀死女人们，对于彩芽来说是怎样的感受呢？是悲伤、快感、厌恶、陶醉，还是憎恨或者愉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神威自始至终都没有发起过任何自发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的一切都是由彩芽的意志和行动引起并结束的。之后，森岛以无归人的网络 ID 进入了匿名聊天室，与化名为艾瑞克的惠里香聊起了后续的调查。
通过调查，惠理香感觉到彩芽的过去被人有意的抹去了。彩芽身上的谜团太多了，杀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沈巍以及彩芽他们的杀人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就在森岛和惠理香聊得正欢，准备继续合作时，突然惠理香的 ID 下线了。一个叫做蝙蝠的 ID 的人来到了聊天室，劝森岛放弃对沈巍事件的调查。在人们的心目中，被增幅后的沈巍才是真正的沈巍，你已经见过了。而沈巍就住在众人的心中。不久之后，森岛也会被杀死的。蝙蝠就留了这么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之后就离开了，留下森岛师生一脸懵逼。这就是银色事件第2章的内容以及番外第1章的内容。本作通过序章和本章的内容，将沈巍塑造成了一个传说中的杀人犯。可是，在彩芽出现后，似乎沈巍又变成了一个无辜的人物，彩芽才是真正的凶手，残暴的杀手。但似乎依然很难将所有的犯罪都推给彩芽，毕竟几次在现场看到的都是沈巍，但是沈巍又有失语症，他的人类机能都有问题。那么这些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呢？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